粉成雪，照亮明月，繁花谢，才叫做深夜。伴着三生草，白露是荒野。青丝一杯尘肃然，唯白发不减。往事似浮云长过眼，那一朵香当时笑颜，映在我梦里的世界。酒一杯，江河流日夜，人自寂寞，只剩了一片。歌无限，寂寞却不绝，一生不觉，问三生是否才能。三少奶奶，少帅已经下了命令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能进入这间病房。走开，让我进去。对不起，我让你走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三嫂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潘先生的情况。潘先生还在昏迷，他什么时候能醒？已经处理好伤口了，大夫说大概1天以后就能醒过来。再说了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问的话，可以告诉少帅，也可以跟我讲。也不用你亲自来跑一趟。不必了，你三哥嘱托过我，要我亲自来问。哎，三嫂，三嫂，潘建池，我问你，指使你杀范先生的人是谁？说呀！别动！不然我割破他的喉咙！你干什么？你别乱来！哎，三嫂，三嫂，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快给我出去！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别乱来。好，走。好，你在这盯好了，我去通知少帅。是。三公子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明白。只要人不比天高，就不会命比纸薄。就算当初真的是二公子派人杀了潘先生，如你所说，我高某也是你二哥的人，那你在我面前指认你二哥是凶手，是否欠妥呀？易大帅和范先生情同手足，但毕竟不是亲手足。三公子年轻气盛，我高某比你年长几十岁，比你更懂得些人情世故。今天我就告诉你，哪儿有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说？对大多数人来讲，那不过是一些形式上的枷锁；可对易帅来讲，那就是一个借口。他可是个连自己亲生兄弟都能下令烧死的人。范先生对他再重要，还能重要过他的亲生儿子吗？高督军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不是让你背叛我二哥。那你找我来，到底想让我做什么事？二哥想让我离开抚远，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。我想请高督军帮我留在抚远1个月。想必这件事情只有高督军可以办成。三公子在抚远，还有什么事要办吗？三少能此时此刻离开抚远，也未必是件坏事。为何不尽快带着三夫人，从这个泥潭之中抽身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呢？高公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和秦桑着想，
你的美意我心领了，但是这个人非常的重要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是什么人，让公子这么放不下？我立刻派人炸崩方家店到福远之间的山坡，让山石砸到铁轨之上。这样一来，他们清理山石也要3天，修复铁路还需3日。以三少爷在福远的人脉，有这6天时间，做什么都够了。我高某也只能为三少爷争取这么多时间了。不够，我要找的这个人，我二哥找了几年都没找到。什么人？梁兴北。就是那个大闹雍南的梁兴北。为什么不让二少找？以福军的实力，在福远找一个人也不难吧？的确如此，但是我要抢在二哥之前找到他。痛不痛？你为什么这么傻呢？你不该来的。别废话了，一会儿二哥来了，就什么都完了。这帮人还会顾及我是易家三少奶奶。趁这个时候，我赶紧带你走吧。我腿有伤了，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去的。原本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本想趁着舞会救你出去，可是没想到二嫂杀你心切，非要置你于死地。我原本的计划也全都打乱了。就算他们再怎么调查，也追查不到我们的过去。自从我去东阳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。从东阳回来之后，来到易家的人是潘建池，而不是厉望平。潘建池的所作所为跟易家三少奶奶情丧没有任何关联。我知道你今天会来医院是为了当年那个厉望平，你这一来和潘建池的关系就再也说不清楚了。三少奶奶以后要在易家如何自处呢？在芝山的时候，你还说过嫁给易连凯是自愿的，想必你有你的安排，不应该为了我这个无情无义的人，让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。如果是这样，不只是厉望平，就连潘建池也是个罪人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值得你来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相信你，因为我知道，不管是厉望平还是潘建池，都不会伤害我。我一定要救你出去。不行，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是这样，死的不只是我，连你都会受牵连。你不能死，你要是死了，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你的新世界呢？你的新理想呢？就算不是为了我，你的信仰呢？为了信仰，你当初可以一声不响的离开，可以那么轻易的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可是你为什么现在又自甘堕落？你以为易连凯为什么不杀了我，而是打伤我的腿？无论是为了你，还是为了范先生，他完全可以直接杀了我，可他没有。他打伤我的腿，就是要把我钉在这里，把梁先生给引出来。你来的时候，楼道里是不是有很多福军的士兵？有多少？大概20-30个。这一点，他们到底是亲兄弟？你真以为易连生会派这么多人来看着一个瘸子？他们的目标是梁先生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梁先生和天盟会的所有兄弟就始终面临着危机。秦桑，无论如何我都走不出去的，别管我了，走吧。我不想让你死。秦桑，在东阳那些日子，
每次想你的时候，我都会写一封信给你，但我知道我寄不出去，我只能自己烧掉。即使这样，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你知道吗？我多想回到我们人生第一次相见。那天我在你们学校的讲台上，第一次见到你，你还是一身学生装扮。其实那是我第一次演讲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紧张。当时我为了故作镇定，不让别人看出我紧张，我就一直盯着你，因为你的眼睛是那么明净，看着你，我就能安心。我记得我抬头唱起马赛曲的时候，是你在台下最先跟着唱的。法国革命被称为大革命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三嫂被潘简之劫持了。是我们报仇，自由，亲爱的自由，请你和你的保卫者同战斗，你的保卫者同战斗，但愿在你雄伟的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被关在我家里？被关起来了，怎么还唱歌？这是马赛曲，是一首战歌。被关起来了，还要唱战歌？男人只要还唱这种歌，无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，都有活下去的勇气。这首歌的确令人振奋。马赛是法国的第2大城市，阿尔诺带着马赛的市民，夺取了要塞和武器，赶走了当时的公爵。马赛的军队就是唱着这首歌，一路上浩浩荡荡地打到了巴黎，让法国全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你能教我唱这首歌吗？你真的想学吗？想啊。那你不能告诉别人。哥哥和弟弟也不行吗？不可以。好吧，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。自由，亲爱的自由，请你和你的保卫者同战斗。你的保卫者同战斗。传令下去，把外面所有唱歌的人，通通给我抓来。所有？所有。是。还有，一定要注意40到50岁之间的男人，不管有多少人，不管在不在唱歌，全都抓。是。旗开歌声，剑起弓。
全部人都给我听着！我给你们30秒钟时间，迅速撤离。如若违抗命令，我们将使用武力。30、29、28。 5、4、3、2、1。 出去吧，把门关上。是。三弟妹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如果被老三看到，他会心疼的。我知道我这样对不起兰婆，但是我也不能放着潘先生不管。那我问你，在你的心里，是潘先生更重，还是兰坡更重？看来三弟妹果然是有情有义之人。明明拼了命的在保护潘先生，可当着他的面，却又不肯说出潘先生更重要。由此可见，你救潘先生，不是为了情，而是为了义。看来在你的心里，还是兰坡更重。小桑，你放心，虽然我的腿已经伤了，可我毕竟得引出幕后的主使者，少帅是绝对不会杀我的。更何况现在外面闹成这个样子，易连凯恐怕在来的路上了。你尽快走吧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老三的。明天我就派人送你跟老三去欧洲。江左这片土地，永远不要再回来，远离战争，远离纷乱。从现在开始，跟老三相依为命吧。三少爷，好久不见了。我是该称呼你北极啊，还是梁先生？本以为抓到你是一件麻烦的事情，没想到你真的因为潘剑池而主动现身。我的命重要，但是潘剑池的命依然也重要。你放心吧，潘剑池还活着呢。如果我再不出现的话，那么潘剑池迟早是会随时赴死的。你认为潘剑池会是一个轻易寻死的人吗？三少爷，你这是明知故问。潘剑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这种人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少了。他不能死，但也不该死。刚才那首歌我小时候听过，二哥也时常会自己唱起来。你为什么会唱那首歌？
10多年前，江左的军人每个人都会唱这歌，我会唱，又有什么奇怪的？你在雍南抓到我的时候，提到过我娘的名字。袁继雪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娘的？告诉我！你打伤了潘建池，利用你二哥做幌子，甚至把你师父的仇都付诸脑后。之所以找到我，就为了这事儿吗？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这个问题，你最应该问的人是易继培，而不应该是我。我自然会去问。你之所以执意找到我，那就是因为你不相信易继培。你少废话！你是打算现在告诉我，还是严刑拷问之后再告诉我？我现在不会告诉你，我也不会跟你走的。二哥的搜捕已经开始了，你如果被他抓到的话，你会更惨。你不敢开枪，因为你一旦开枪，有了枪声，你二哥一连审的兵就会找到这儿来。他们来了，你想问我的问题，就永远得不到答案。你为什么要防着你二哥，防着易继培？我想，你自己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你别说了，三少爷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把这个人交给我们吧。他是杀范先生的主谋，少帅有令，必须要严办。我们会跟少帅汇报，就说这个人是三少爷您抓到的。三少爷，军令如山。走。告诉我为什么？只要你不离开江左，早晚都会知道这个答案的。走。三少爷，喂！救潘先生的人终于来了。潘先生现在可以告诉我，这个梁兴北到底是谁了吗？梁先生的事情，我是不会说的。请指引和支持我们报仇。自由，亲爱的自由，请你和你的保卫者同战斗，你的保卫者同战斗。但愿在你雄伟的歌声中，潘先生，马赛曲传到中国，被翻译成了几十个版本。而你我二人的版本，竟然一字不差。我的版本，是我六叔教我的。至于梁兴北是谁，我想先生自己心里有数了。你为之抛头颅洒热血，究竟值不值得？我不多说了，望先生自己考量。照顾好潘先生。是。这么乱，你跑出来干嘛呀？啊！
你手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三少爷，什么事？大帅已经下达了命令，现在外面不太安全，请您和三少奶奶马上回家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的职责，请吧。三少爷，请上车。请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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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在唱什么歌呀？我在唱法国的马赛曲。够了！从现在开始，整个江左绝不允许再有任何一个军人唱这首歌。二哥不是说让我们去国外了吗？怎么突然？去就去，反正都是二哥说了算。现在你我的去留都要听从二哥的安排，就算整个江左，有谁敢违抗二哥的命令？既然六叔还活着，以他在军中的影响力，老宋应该是替他去送死了。看来我们都错怪老三了。无论对错与否，老三都必须放逐。自古枭雄夺权，都血溅五步。现在你肯放过他，让他活着，已经算是尽了兄弟情义了。绝不能再有一点妇人之仁。爹说的有道理。少帅走到今天的局面，都没有为难过三少。如果再让他留在江左，恐怕会对表哥不利。也罢，那就送他们俩去欧洲吧，让他们俩从此相依为命。若能互相打开心门，也不枉老三对秦桑一往情深。我的好外甥啊，你就是宅心仁厚。你们为什么要冒险来救我呢？六爷，我们听到你的战歌声，如果还继续装聋作哑，那我们还算是汉子吗？易守成已经死了，现如今我已经不是易家六爷了。你永远是我们的六爷。10年过去了，难得你们二位对我这样肝胆相照。那么当年我遗弃你们，难道你们就不怪我吗？我们怪你这次回来没有找我们一起共同奋斗。六爷，您还有什么事要做？我们愿意为您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你们可知道，我隐藏了这么多年，现如今为什么要现身？您是为了救潘先生的命，才以身犯险。这只是第一层。啊，那第二层呢？马赛曲一响，10年前的江左故人就知道我还活着，那必定会重燃他们的革命斗志。所以，不管是易连凯还是易连胜，他们就会知道把我活着的消息汇报给易继培。听说我还活着，那么易继培肯定会重下枝山，再回抚远。我要让他知道这些年犯的错。报告少帅，恐怕这2天不能送三少爷离开抚远。为什么？因为方家店一带发生山体滑坡，火车不能通行。
没想到李帅这么喜欢打球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啊是真有意思，这玩起来还挺容易上瘾的。我这个不争气的老三，整天就沉溺在这些玩物丧志的东西之中。易大帅，您太过谦虚了。这以前我只听说过江左有易大帅的政治韬略，易二少的军事战略，如今玩了几回高尔夫才知道，还是三公子更厉害。哼，没想到犬子这点蝇营小技，也可以得到李帅的认可。哼。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挥上几杆，我就觉得这么多年在江左勾心斗角、忙碌奔波，都是过眼烟云，为乐当及时。人一行乐就会放松，一松懈下来啊，就什么事儿都好谈了。既然李帅也觉得剑拔弩张没有必要，那咱们就联手达成江左自治的事。就这么定了。好啊，说定了。报告，什么事？大帅，您的电报。来，咱们打球。好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能不来吗？啊，都去欧洲了，也不告诉我一声。不是故意要隐瞒您的，只是最近事情有点多。手怎么了？不小心划伤的。我看看。你胆子太大了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朱妈早就告诉我了，这杀害范先生的凶手啊，就是厉望平。不是，兰坡把他打伤了，你还要到医院里去看他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学生在游行，这厉望平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爹，我只是不忍心看他就那么死掉。像现在这个年代，为何不珍惜生命呢？你珍惜他的生命，但是你能够体谅兰坡的心情吗？你忘了你的身份了啊！你这么做虽然出自于道义，但是让兰坡知道了，他能不伤心吗？我只是想救他一命，让他可以活着离开江左，好好生活。可是没想到他非要舍身取义，我劝不住他。其实他放弃自杀，也不是因为我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在我心里，他是个归人，可是在他心里，我不过是个过客罢了。孩子，过客就过客吧，啊！到了欧洲啊，跟兰坡好好的过日子啊！行，你们走了，我也走，我回前平去了。打电报就打到前平的家里头，啊，省得爹替你操心。嗯。报告，城内外的可疑人物都已查清身份，均无危险人士。智深谈判今天应该会结束，整个江左的政局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至于天盟会那帮人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传令下去，增加2个营的兵力，严守通往抚远的各个交通要道、城门关口，务必要保证大帅平安抵达抚远。是。我们益州军比不上2位家大业大，裁军可以，只不过
我们也要护着益州军的安全。江左有5省，多年战事，裁军一事，我想最好考虑疆域、地缘、经济。大帅如此推三阻四，那就太没有诚意了吧？若说是地缘，益州军和天盟会地盘相接，冲突不断。论疆域，益州虽然小，但是战略位置却极其重要。论经济，两位也是知道的，前几天商人罢市，政府连番遭受冲击，日子也不太好过。哎呀，咱们这样你来我往的，光是斗嘴皮子都能斗上1天呢。其实我们这回上山的目的啊，就是要求一个结果。那既然如此呢，不如我们慕容家就先表明立场了。报告，记录：辰时一刻，慕容辰大帅为支持联省自治主张，率先提出3方各裁撤军队一程，一里两帅签字同意。行啊，看来大帅又上了慕容辰的当了。高明啊！谁都知道慕容家兵力最强，3家裁撤是以本伤人呢。但是慕容家长年以来受穷兵黩武之困，这一次倒是刚好可以趁机精兵简政。只是你们益家和李重年，怕是要伤及根本了。话先别说早了，我们还有后手。你不要忘了一句话，叫做“风水轮流转”，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。严允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我爹曾经救过你一命，可是你怎么对我爹的？你把他的仇全都忘到脑后了吗？我没有忘。你说潘建池是凶手，我去找了他，对他开了2枪，已经把他折磨得生不如死了。那他为什么还活着？以你的枪法，打一个不还手的人，还能让他活着？我还不能杀他，我要用他来引出梁兴北。那你抓到梁兴北了吗？让他跑了。你就是这样报仇的？明明有100分的力气，你只用了30分。我看你根本就不想报仇，一心就想着跟秦桑去欧洲。到了那儿，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你根本不会想在这个时候杀了秦桑的老情人，让秦桑不开心。梁兴北这次现身，二哥已经注意到他了。要抓人的话，二哥自然会去抓。那他要是抓不到呢？梁兴北要是跑了，难道潘建池就一辈子不杀了吗？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被放逐的一家少爷。现在福原主事的人是二哥，你应该去问他，而不是问我。你不想杀潘建池，是不是为了秦桑？此事与他无关。你到现在还在维护他，你还真是爱他爱到了极致。你那么爱他，他给你什么回报了？你为了让他开心，宁可戴着绿帽子，也要留着他的老情人，是吗？范烟云，我不许你侮辱秦桑。侮辱？你到底有没有想过，秦桑他上了火车，然后我爹就把护卫给他了，紧接着潘建池就杀了我爹，到了芝山，又成了你的副官。我看这个问题你已经想过几百遍了吧？你到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下？我看你就是被秦桑蒙蔽了心。只要他一哭，滴几滴眼泪，你就心软了。可是我没你那么傻，这么多年，我把他对你的利用全部看在了眼里。比起梁兴北，我更愿意相信秦桑才是幕后指使。
范银云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瞎猜了？瞎猜？秦桑拼命的想要救潘剑池，这不是他早有图谋是什么呀？你现在被怨恨蒙蔽了双眼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你给我站住！这酒要酿得好，不能只看用料跟年份，还要有优秀的酿酒师，才能保证酒的质量，维持酒庄的手工技术。小有小的好，大有大的难处。中国地大物博，若实行联省自治，就必须以各县自治为基础，方能保联省稳固。看来李大帅对酒的理解倒是挺透彻的。你这等了这么久，就是在等我们。大帅过誉了。报告。记录：辰时6刻，李冲年大帅为支持联省自治主张，提出以各县自治为联省基础，慕容帅、义帅两帅签字同意。这恐怕是傅先生的主意吧？姐夫，这县自治是什么意思啊？县自治就是将联省自治进一步分割、分化权力。江左本来就是各大巨头在掰手腕，谁的力量大，谁说了算。县自治就是让你无法把力量集中起来。随风飘零，像是藏不尽的曾经。爱情不过是一场输赢，天下为你一人无情。你的心化作约定，像是听不见的今生翻涌不停，我锁你锁心，锁不住梦醒，一生不定天涯无垠。我放你放弃，放不出决定，来世再赴深安心。不平远近的空气，到不了你的骨体。哦，爱与恨不断在交心，锁不住的宿命。我锁你锁心，锁不住梦醒，一生不定天涯无垠。我放你放弃，放不出决定，来世再赴。